訓犬師萬萬沒想到，今天的節目直接顛覆了他的認知。在這個轉身都困難的巴掌大房間裡，主人竟硬生生塞進了3隻肌肉發達的惡霸犬，外加1隻小博美。滿是污漬的黃褐色地板成了他們隨地解決的露天廁所，洗手間的金屬花灑也被惡霸犬活生生連根咬斷。就連見多識廣的節目組登門拍攝時，都被那股子直衝天靈蓋的刺鼻氣味驚得連連後退。他們感慨這輩子都沒聞過比這更上頭的味道。人和狗擠在這間僅有7坪的單間公寓裡，簡直就是一場令人窒息的極限生存大挑戰。 오줌을 밟고 나와서 내 집을 더럽히는 게 문제가 아니라 오줌을 밟는 게 불쌍한 거죠. 사실 여기는 그 푸세식 화장실보다 더러운 상태라고 생각하면 돼요. 原来这位逆天主人是个妥妥的韓國00後肌肉猛男，曾經是健身教練的他，如今在造船廠裡工作。這小哥不僅外形是寬肩窄腰的鐵血硬漢，脾氣更是執拗得很。明明自己對狗狗嚴重過敏，他卻偏偏拒絕吃藥。你要是問他為什麼，他眉頭一皺就能甩出一句鋼鐵直男的霸氣宣言：區過敏算什麼？真男人硬扛就完事了。然而這種純爺們的硬氣，在推開他家房門的那一刻瞬間碎成了一地玻璃渣。眼前這根本不是什麼溫馨的單身公寓，而是一間面積僅7坪的高壓生存艙。在這個巴掌大的月租房裡，他竟然塞進了整整4隻狗，而且全都是精力旺盛、尚未絕育的青春期定時炸彈。咱們先來盤點一下這個堪稱復仇者聯盟的奇葩陣容。老大名叫廣貝，是一隻9個月大的丁香色小型惡霸犬，它圓溜溜的綠眼睛甚至有幾分神似人類。這可是小哥從初中起就魂牽夢繞的夢中情犬，成年後花重金從名牌犬舍接回來的大少爺。老二頭是隻11個月大的3色斑紋惡霸犬，標誌性的大屁股讓他走起路來像個自帶節拍器的可達鴨。不過他來到這個家的理由卻讓人大跌眼鏡，這原本是前女友跟風買的狗，兩人分手後前女友拍拍屁股走人了，咱們這位重情重義的漢子很自覺的就成了接盤俠。至於老三頭則是一隻9個月大的深棕色母惡霸犬，他的底盤很低，像極了變異的小巨蜥。本來他是親弟弟養的伴侶犬，結果弟弟為了考編覺得養狗太耽誤學習，這個包袱自然而然就甩給了小哥，而小哥也依然是二話不說照單全收。如果說前3隻狗的名字湊齊了硬核擼鐵大禮包，那老4瓢根的出現仿佛混進來個鄰家大叔。這是一隻體型偏小的博美犬，小哥在街上和他確認了眼神，這小家伙仿佛下達了某種不可抗拒的指令，硬生生讓小哥強行選妃把自己帶回了家。前任的狗、弟弟的狗、路上碰瓷的狗，再加上自己的狗，這位00後的單身小伙就這樣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坨似的硬漢奶爸。但這爺們背後付出的代價卻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慘烈。就拿帶這幫祖宗出門來說，絕對是一場令人崩潰的災難。哪怕有偶爾客串育兒嫂的親弟弟幫忙，牽着老大廣貝散步依然是走2步停3步，任憑小哥在前面怎麼生拉硬拽，這位大爺就是力如松中。小哥滿臉苦笑，心裡瘋狂自我懷疑，覺得狗子根本不把自己當老大。不過散步受挫就算了，帶他們去自助洗狗房更是險象環生。二頭倒是洗得很舒服，可輪到老大廣貝上場時畫風突變，一看到花灑噴出的水柱，他瞬間開啟了狂暴模式，張開嘴對着高壓水流就是一頓瘋狂撕咬，只聽咔嚓一聲，噴頭竟被他咬斷了。弟弟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這哪裡是洗澡，分明是拆遷隊現場辦公啊！因為廣貝愛玩水，經常會狂亂撲咬，小哥的雙手都被咬傷10幾次了。看到這一幕，江訓卻露出了意味深長的笑容，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跟狗狗追飛盤是一個道理，水流在他眼裡就是一個永遠抓不到的獵物，越抓不到就越興奮。在狗狗的世界裡，這是釋放狩獵本能，但在人類的社會化環境裡，簡直是個要命的麻煩。洗澡進行不下去，帶他們去狗咖總行了吧？但現實卻再次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二頭在家裡看着老實巴交的，一出門直接化身釜山小霸王，看到其他狗就是一頓猛烈追擊，之前還差點和一隻泰迪打起來。節目組原本想聯繫狗咖進行拍攝，結果剛報上二頭的名字，老闆就嚇得連忙拒絕，直言除非店裡清場，否則千萬別帶他來。才11個月大就已經名震釜山，喜提各大寵物咖啡館的黑名單，這戰績也是沒誰了。但外面的風波跟這間7坪的單間公寓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跟着鏡頭走進小哥的家，歡迎來到敘利亞戰損版生存挑戰現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小哥睡覺的床墊，邊角的布料不僅被完全撕爛，海綿被掏空，連裡面粗壯的鋼筋彈簧都明晃晃地暴露在空氣中。這哪裡是床，簡直是個隨時會夾傷人的大型捕獸夾。再看洗手間，連個花灑都沒有，因為早就被這幫祖宗連根咬斷了。小哥現在想洗個澡，都得卑微的拿個盆接水往身上潑，這破壞力讓哈士奇看了都得遞根煙叫聲大哥。最離譜的是，小哥進門脫鞋後根本不敢放地上，而是直接把鞋子擺在了廚房的電磁爐上。這場面哪怕是拍電影都不敢這麼編。小哥直言，只要把鞋放在地上，瞬間就會被撕成碎片，這逼得他下意識就往灶台上放。這滿屋子的廢墟加上被扯爛的踢腳線，
小哥至今都不敢告訴房東，別說押金拿不回來了，退租的時候估計還得面臨一筆巨額賠償。然而物理層面的破壞還不是最讓人崩潰的，接下來上演的環境危機才直接讓節目組破了防。這4隻處於青春期的狗狗被困在狹小的空間裡，為了爭奪地盤和階級地位，展開了瘋狂的心理博弈。體型最小的博美朴根竟然騎跨在體型比他大好幾倍的惡霸犬身上，很多人誤以為這是發情，但江迅立馬糾正了這個誤區。除了母狗發情期，平時的騎跨根本和性無關，這是一種極其強烈的階級壓制。但可悲的是，這隻一心想當老大的博美卻過着最沒有尊嚴的生活。因為空間過於逼仄，狗狗們經常亂拉亂尿，博美就像一個辛勤的小蜜蜂一樣不斷清理戰場，這讓小哥一度以為他患上了食糞症。這背後令人細思極恐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江迅發現了一個極其殘忍的細節。按理說狗天生愛乾淨，睡覺時一定會遠離自己便便的地方。監控裡那3隻惡霸犬確實睡在屋子最裡面，但博美犬卻蜷縮在玄關的尿墊旁邊。主人起床後，惡霸犬還繼續睡着，但博美卻已經跟隨主人的步伐醒了。這說明它才是家裡敏感度最高的存在，因為它每天睡在便便附近，極度的壓力和生存焦慮讓它的精神逐漸崩潰。之前的行為根本就不是什麼奇怪的异食癖，而是它在極端压抑環境下的無聲求救罷了。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主人太不負責任了，但他真的是個壞人嗎？我們來看看這位00後男主人的日常作息。凌晨5點起床，帶2隻惡霸犬晨跑，6點準時出門去造船廠做高強度的體力活，一直幹到下午4點半。下班後還要去健身房擼鐵保持身材。等他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這個滿目瘡痍的家時，他在外的工作時間已經長達14個小時。回家後還得牽着廣貝和朴根去散步。他每天只睡3-5個小時，幾乎是用透支生命的方式養活着這幾隻本不該全由他來承擔的狗。面對鏡頭，他眼眶微紅，說出了一句讓人無比動容的話：雖然自己也很累，但不能因為辛苦就把4小隻拋棄。既然把他們當成了家人，就算砸鍋賣鐵也得把他們養活到底。這番話真摯感人，透露出純爺們的擔當與底色。但是光有責任心就能掩蓋常識的極度匱乏嗎？電梯裡已經貼滿了鄰居的聯合投訴信，公共區域彌漫的異味和深夜的狂吠，早已經讓這棟樓的居民忍無可忍了。就連節目組登門錄制時，工作人員都被屋裡的異味燻了出來，可想而知鄰居們平時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對這樣一舉死棋，就連江迅都面色異常凝重。畫面一轉，3頭的走路姿勢有些奇怪，他的後腿完全使不上勁，幾乎是靠着2隻前爪在地上往前拖拽。看到這一幕，小哥得出了一個驚為天人的結論，肯定是指甲太長硌着腳了。他一把抓起指甲刀，既沒有用手電筒打光，也看不見黑指甲裡的血線。狗狗被他弄得滿腳鮮紅，這讓1米8幾的肌肉壯漢瞬間就慌了神。俗話說十指連心，在狗狗的世界裡，剪斷血線的痛感無異於活生生拔掉人類的指甲。眼看情況失控，小哥連飯都顧不上吃，抱着狗就往寵物醫院狂奔。到了醫院，醫生3下5除2處理好了傷口，但這根本不是重點。檢查完畢後，醫生臉色變得異常凝重，直接甩出了一個晴天霹靂：他左後腿神經反應嚴重遲鈍，狗狗根本就不是指甲長，而是神經出了問題。這個診斷就像一記重拳狠狠砸在了小哥臉上。其實看看他家那滿地污漬、滑膩不堪的劣質地板就知道了。3隻體重不輕的惡霸犬，每天在沒有任何防滑措施的溜冰場上瘋狂打鬧摔跤，關節和神經早就到了崩潰的邊緣。然而從醫院回到那個氣味令人窒息的房間後，更讓人兩眼一黑的硬核操作才剛剛開始。他先用吸尘器不分彼此的一頓狂吸，然後再拿着水瓶對着地面一頓亂噴。這哪裡是在擦地，這分明是在給地板均匀的包漿啊！如果你以為這就夠離譜了，那還是太天真。為了掩蓋房間裡那股揮之不去的異味，小哥祭出了他的終極武器漂白劑。在通風不暢的室內，他竟然直接把消毒液豪邁地噴灑在狗狗的排便墊上，再簡單沖洗後就給狗狗們鋪上了。演播室的嘉賓看到這一幕，嚇得當場抱頭驚呼。就在這時，家裡迎來了第一位受害者，他的高中死黨。此刻屋裡那酸爽的氣味直衝他的天靈蓋，他瞬間有些後悔來看這位好兄弟了。但死黨還沒做熱乎，全場最高能的越獄大戲就上演了。惡霸犬在玄關處只是墊了墊腳就把門給打開了，3隻狗瞬間衝進了公寓的公共走廊。門鎖不住怎麼辦？小哥的腦回路再次驚豔全場，他搬來2箱沉甸甸的礦泉水，像壘防洪沙袋一樣死死堵在門口。於是整個玄關變成了一個荒誕的藝術現場。面對滿屋的廢墟和一地狼藉，這位00後的硬漢奶爸依然在死撐。鏡頭下他的眼神裡透着一股不認輸的軸勁。雖然養他們很費錢，但既然養了就要負責到底，就像沒有人會拋棄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這番話聽着確實有情有義，但這份沉甸甸的愛對狗狗來說真的是福氣嗎？在演播室裡，結合着男主人每天長達13個半小時不在家的作息表，
真相被徹底撥開，博美犬的所有異常行為此刻終於有了答案。江迅看着屏幕道出了一個讓人瞬間淚目的真相：朴根現在9個月大，換算成人類的年紀就是個11、12歲的小學生。在這個被放任不管，每天大半時間沒有大人的環境裡，12歲的小屁孩硬生生被逼成了扛起一切的少年家長。為了在這個失控的空間裡殺出一條生路，為了維持家裡最後一點可憐的秩序，他被迫去清理同伴留下的污物，被迫蜷縮在氣味最重的邊緣。這根本不是什麼調皮搗蛋，而是一個弱小生命在絕境中苦苦支撐的掙扎。看完他的故事，江迅心裡忍不住泛起一陣酸楚，而旁邊的男嘉賓也坐不住了。他用一種老父親般苦口婆心的語氣，對着眼前的年輕人發出了靈魂拷問：你才剛踏入社會，你未來還要談戀愛，還要奮鬥，你把所有的精力全砸在了這4隻狗身上，你以為這是責任感，但這真的是對他們好嗎？面對前輩的規勸，剛剛還嘴硬的小哥終於低下了頭。他承認自己能力不足，承認自己經驗匱乏。他紅着眼眶發誓，只要江迅能給自己哪怕1%的希望，不管多難，他都會拼命的去嘗試。他不懂科学養狗，他用最無知的方式把家弄得一團糟，但在他的潛意識裡，這些狗狗就是他相依為命的家人。對於一個從小和父母分離，帶着弟弟長大的男孩來說，拋棄是他字典裡最刺痛的詞彙。他寧願自己被拖垮，寧願自己住在污濁的環境裡，也絕不忍心讓這些小生命再次體會被丟下的滋味。他不是個壞主人，他只是個拼盡全力卻在黑夜裡迷了路的孩子。不過當節目組遠赴釜山打算看看他的變化時，鏡頭切回到了那間敘利亞戰損版單間，一切仿佛昨日重現。角落裡依然是那個共享飯碗，旁邊依然是那張被撕爛彈簧猶如捕獸夾般裸露在外的破床墊，而我們的硬漢小哥依舊赤着腳在公寓裡搞衛生。江迅本以為幾隻狗的關係還不錯，算個安慰，誰知下一秒就爆發了極其激烈的戰爭。短暫的肉搏過後，幾隻狗的身上都掛了彩。江迅說，這其實就叫壓力轉移。在這個像高壓鍋一樣的擁擠環境裡，他們哪怕沒做錯什麼，也會像滾雪球一樣不斷產生摩擦。他們必須偶爾像這樣爆發一次，才能感覺到自己還活着。接着江迅先讓女嘉賓到現場觀察一下他們的腳掌，因為一隻狗到底過着怎樣的生活，看腳掌就知道了。經常出門散步的狗狗腳墊一定是硬實的，指甲也會磨得圓潤。接下來就是韓國綜藝史上最讓人窒息的登門拜訪。當女嘉賓塞好2個鼻孔，硬着頭皮進屋後，狗狗們非但沒歡迎，反倒是大打出手。女嘉賓被混亂的現場嚇得連連後退，看着滿地的狼藉和搖搖欲墜的廉價護欄，女嘉賓嘆了口氣，她終於忍不住發出了靈魂拷問。 어떻게 사세요? 이런 곳에서. 그래서 힘들어가지고 이제 솔루션 좀 받으려고. 小哥把刚才掛彩的廣被抱起來讓女嘉賓聞一聞，結果對方差點沒背過氣去。他實在分不清狗狗身上的到底是體香還是尿騷味，他也不知道這4隻被關在狹小空間裡的狗狗是否還能等來他們的春天。當江迅踏進這間氣味極其刺鼻的房間後，他並沒有大發雷霆，反而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舉動。他的目光死死鎖定在了一塊洗碗海綿上，那上面沾滿發黃的油漬和乾癟的食物殘渣。江迅指着這塊海綿，語氣平靜得讓人發毛。他說到，這麼髒的海綿怎麼還不丟掉？男主人卻覺得只要把上面的殘渣刮掉還可以繼續用。這就是這間屋子變成地獄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窮，也不是因為懶，而是因為極其可怕的認知盲區。在正常的邏輯裡，髒東西是無法清理髒東西的，但在男主人的世界裡，只要走個流程就算完成了任務。水濺出來乾了，再濺出來再乾，狗碗周圍結起了一層厚厚的包漿，而他每天看着這些包漿，竟然覺得只要碗裡有水就行。江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最致命的問題：如果你連基礎的衛生常識都無法建立正確的認知，你又怎麼可能讀懂4隻狗用身體向你發出的求救信號呢？鏡頭一轉，來到了這間屋子的核心污染源排便墊。很多新手主人都會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覺得只要鋪了一塊墊子，狗狗就理所當然該去那裡解決問題。但江迅直接甩出了訓犬界的鐵律：養1隻狗需要2個排便點，而養4隻狗至少需要5個排便點才行。而且這5個點絕對不能靠近吃飯和睡覺的地方。但在男主人這間只有約7平的單間裡呢，睡覺、吃飯、上廁所的地方都被無情地壓縮在了一起。江迅環顧四周後，給出了一個極其辛辣的評價：從狗狗的視角來看，這裡比鄉下的老式茅房還要讓人難以忍受。試想一下，當你端着飯碗準備吃飯，結果飯桌旁邊就是散發着異味的馬桶，換作是你吃得下睡得着嗎？這就是這4隻狗狗每天都在經歷的心理折磨。時間久了，那3隻神經大條的惡霸犬選擇了習得性無助，他們認命了，反正到處都是污漬，在哪兒解決都一樣。但是這群狗裡偏偏有一個異類。江迅接下來的心理剖析直接讓全場破防。他看着男主人，語氣沉重地說道：9個月大的朴根是家裡最敏感、最愛乾淨的那一個。讓我們帶入他的視角看一下，屋子裡到處都是污濁物。他知道如果踩着污漬進屋，家裡會變得更髒。他心裡在瘋狂吶喊，不能再這樣了，環境已經徹底失控了。可是他只是一隻小狗，他沒有手，沒法把排便墊捲起來扔進垃圾桶。面對滿地的不堪，
這隻絕望的小狗能想到的唯一清理方式是什麼？答案殘忍的讓人心碎，那就是用自己的胃去把那些脏東西装起来。它不是在进食，它是在用自我毀滅的方式，試圖在這個糟糕透頂的生存環境裡尋找一絲喘息的生機。它就像一個被逼到絕境的少年家長，明明自己還是個孩子，卻要硬生生扛起清理這個家庭殘局的重擔，一邊踩着同伴留下的污漬，一邊逼着自己咽下去。江迅看着這一幕，眼底盡是悲涼。他質問道：“作為一個父親，看到自己的孩子被逼成這樣，你難道沒有半分心疼嗎？”男主人的眼眶瞬間紅了，他終於明白了自己引以為傲的不離不棄，對這隻博美來說，是一場多麼漫長且絕望的煎熬。最令人痛心的是，即便如此，他們依舊堅守着主人的指令，在髒亂差的洗手間裡進行排泄。這份忠誠讓每個人都為之動容。如果你覺得心理上的折磨已經足夠讓人窒息，那物理上的威脅才剛剛開始。江迅指着那個被狗撕爛的床墊，粗壯的金屬彈簧像捕獸夾一樣明晃晃地暴露在空氣中。他給男主人舉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這裡放着一把美工刀，旁邊站着一個5歲的孩子，你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太危險了，趕緊把刀拿走。正常人都會這樣做，但在男主人的世界裡，這種危險雷達是完全失效的。一旦這4隻精力旺盛的狗狗在打鬧時，爪子不小心卡進了那個彈簧縫隙裡，而在他出門上班的14個小時裡，家裡又沒人，這隻狗的腿就會被緊緊卡住。等男主人下班回來迎接他的，很可能就是一場無法挽回的嚴重傷害。認知盲區、危機感缺失、衛生觀念崩塌，這3座大山死死壓在這個00後男主人的身上。但他到底是個無可救藥的壞人，還是另有隱情呢？江迅沒有繼續輸出專業理論，而是突然轉換了話題。他問道：“你一個人在這裡住了多久？之前是和誰一起生活的？”男主人的身體微微一僵，在長久的沉默後，他終於咽了一口唾沫，揭開了一段滿是傷痕的原生家庭往事。原來這個看似堅不可摧的肌肉壯漢有着一個極其破碎的童年。小學3年級起，母親就去了首爾，父母開始分居。在這個最需要母愛的年紀，他被徹底留下了。整個青春期只有他和一個比他小4歲的弟弟，2個未成年的孩子在這個冰冷的世界裡相依為命。他沒有享受過被父母庇護的無憂無慮，被迫在初中的年紀就穿上了成年人的鎧甲，成了弟弟的父親和母親。聽完這段過往，江迅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因為男主人經歷過極度孤獨、極度渴望被保護的歲月，所以在他成年後，這種缺失感才會變成一種瘋狂的、不計後果的想要保護弱小的執念。他為什麼明知道前女友的狗是個麻煩還要硬接盤？為什麼明知道弟弟考編沒空養還要把狗帶回自己7坪的單間？為什麼寧願每天睡5個小時，天天打掃滿屋的狼藉，也緊緊咬着牙絕不說一句送走？因為他看着這4隻狗，就像看到了當年那個被父母留下無助的自己和弟弟。如果連我也拋棄他們，那他們就真的沒有家了。這是他心底最深的恐懼。他並不是在養狗，他是在通過死死抓住這4隻狗來治癒自己那個千瘡百孔的童年。得知真相的這一刻，江迅所有的憤怒都化作了深深的無奈和心疼。他不是個壞主人，他只是個太渴望擁有一個熱鬧家庭的孤獨小男孩，卻因為能力的匱乏而好心辦了壞事。既然心結已經解開，接下來就是硬核的破局時刻。江迅指着剛才狗群突然打架的畫面，給出了終極診斷。你以為他們是在搶玩具嗎？他們是在爭寵。長得一模一樣的惡霸犬，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為了爭奪男主人那點可憐的注意力，陷入了殘酷的內卷。我比你更愛主人，主人回來必須先抱我。但在如此擁擠、凌亂且充滿異味的環境裡，他們的神經時刻處於過度警覺的狀態。只要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只要有一只狗稍微碰了一下玩具，這種高度緊繃的壓力就會瞬間轉移，演變成一場無差別的發洩式衝突。正是因為主人的保護不到位，所以才讓他們有了這些異常行為。至於之前廣貝出門喜歡賴在地上不走的情況，江迅給出了第一個實質性解決方案：分化瓦解，單獨行動。他們這次沒帶另外3隻狗，只帶了廣貝1隻狗出門。沒想到奇蹟就在這一刻發生了。當他獨自走出公寓後，沒有了身後的競爭對手，沒有了那種必須搶奪資源的壓迫感，他沒有賴在地上，也沒有撕咬牽引聲。原來他不是不會散步，他只是在那種一拖4的極度混亂中完全喪失了專注力。他們需要的是主人100%的專注，而不是1/4的施捨。讓他們體驗一次獨占主人的幸福感，這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江迅看着來回走動的狗狗，馬上就知道他們渴了。作為主人，也要多練習解讀出他們的肢體語言。最後他囑咐到幾隻狗一定要分開餵食，尿過2次的排便墊就要馬上扔掉，否則那比旱廁還髒的衛生間會讓狗狗崩潰的。臨走前，江迅對男主人下達了最後通牒：我不能強迫你送走他們，但你必須明白，愛不是靠死死拽在手裡來證明的。去找個帶院子的房子吧，至少要有3個獨立的房間，每天一隻單獨帶出去散步。如果你做不到，那你的愛对他們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退1萬步來說，你還繼續生活在單間公寓裡，那養2隻狗就是你的極限了。解開了心結，看清了方向，接下來就是物理層面的徹底大掃除。江迅沒有讓男主人繼續用那可笑的礦泉水瓶去清理地板，
而是直接請來了最頂級的專業深度清潔团队。吸尘器的轰鸣和高溫蒸汽的噴射，那些滲透進地板縫隙的陳年污漬以及空氣中經久不散的異味，在專業儀器的作用下被一點點剝離淨化。之後節目組又回訪了他，曾經那個被糟糕環境和絕望填滿的男主人，仿佛變了一個人。那個用了1年的大狗碗被扔進了垃圾桶，取而代之的是4個乾乾淨淨擺放在不同角落的獨立食盆。他不再是那個凌晨5點牽着4隻狗在街上瘋狂拉扯的盲目硬漢，每天他都會耐心的一隻隻帶他們出門散步。雖然每天散步的時間拉長了，但沒有了拉架，沒有了狗咖喱的風波，他自己的身心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他曾經以為只要自己不拋棄他們，就是一個好主人，但現在才知道是自己太无知了。這期節目用最真實的鏡頭給我們上了一堂極其深刻的課。我們總是很容易被責任感和不拋棄這樣的字眼自我感動，但真正的愛從來都不是以愛的名義將對方困在糟糕的環境裡一起煎熬。真正的愛是擁有直面自己不足的勇氣，是不斷學習，不斷打破認知盲區，是哪怕再艱難也要為那個你所珍視的生命創造一個能讓他自由呼吸的明天。最後也祝願他們能有個更美好的明天。我們下期節目見。